为大家带来朋克位的复盘，素材来自电一1600分左右的对局。朋克是少有的对城邦有特别要求的阵容，这里的密宝武器库会给一些提升其他阵容上限的东西，所以不推荐拿。一子增速器在玩拔刀阵容时比较好用，金闪闪冠冕相较来说是最合适的，它不提供经济，不会加速高费阵容成型，同时8个人中迟迟提不起质量的那一批人，血线会比常规对局下得更快，让朋克的节奏压制更有效果。低费阵容看重的是阵容选择，尤其是1、2费，需要一定的基础数量。像这里拿到一个天选位，你不能把它看作3张，而应该想的是，如果要追3，除这张天选外还要找6张。而现在的进度是0-6，所以后面如果没有嫖到更多，我是不会选择玩朋克的，仅是把这张天选当做强力的过渡单卡。直播的时候弹幕让玩一把位，我说除非来天生2星，这里就来了。正好如果这把过渡的话没有合格的后排，找个能堵的出路也挺好，夜刃正义直接给上，这一波就能看出2星位在2阶段的含金量了。对面是5人口的亚索，我是4人口，打完还能入对面2只。一拳超人，一拳砸在我的心口。3胜2负，89血金野。玩朋克2阶段的胜负关系可以随意一点，主要看3星后3、4阶段的节奏。我2阶段是没有 F 过人口的，每波朋克地牌也都消耗了，攒到这里一共有7张位。3-1这波卡4人口冲出3星位，正常没有天生2星的话，可能会剩10块钱左右。3星的那一刻起就要打出压制了，直接给位塞满装备，这里合一个薄木给他是最优解。1星的潘森带薄木是站不住的，还能合的就是飓风，但是这里2星没养到的金克斯是不配带飓风的。3-2选海克斯，链路刷掉，彩色的交给运气，在2-1刷很强，可以直接给位，但是这里位已经满装了，所以也刷掉。装备集中，巨块吃不了几个，所以也不要。随后选了通用即时战力假人辅助，开到了旗子和水银，运气不错。3阶段就这样一路赢了过来，2把攻速直接合了红 buff 给金克斯，正好团队缺重伤，就不等阳刀了。关键角色都3星，所以人口就拉得比较随意，节奏阵容只要能赢，就可以把利息看淡一点。如果为了贪钱而没把强势期打出来，那将得不偿失。3-3左右升6，4-1就拉了7级。4-2选海克斯，我有薄木，所以不是洞察弱点。稳健一点可以是潘多拉或者成吨的属性，但是我的鼠鼠马上要3了，我的鼠鼠是可以吃法装的，所以我开坦克装、物理装、法强装都能消化，选大百宝袋就没有问题。刚好开了一套金克斯的装备。4阶段打瑞文永恩还有小城的运营阵容都是随便赢的，你前期的压制做得越好，到后面他们被迫提前启动，成型的质量就会越低。面对战士，为2秒的控制时间太宝贵了，当然对面如果出水银的话，输出能力也会下降1级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单点突破。他怎么反应这么慢啊？超粉挤一下换无尽，但是我这个全套要留着做老鼠的偷偷哎，老鼠要3了，所以不是无尽，就是他没有无尽就算了。5-1 10连胜被这家亚索断了。其实我用位和金克斯对位集火是能赢的，但是对面只需要动1个棋子，而我也要动1半，所以对位是对不过的。这里血量出现了断层，如我开始所说，冠冕地形开局没有质量赢的，掉血就会掉很快。如果嫖牌不对，找个低费堵是很好的选择。5-3这家9级的大成 EZ 被我抬走，除了我还剩一家亚索和 KDA 秘术死哥，我都打不过，而血量又没有优势。朋克玩到现在其实差不多就走到头了，要赢就得想想别的办法。这就是 EZ 啊，还挺强，要播点了。进野我阿木木3星了，维古斯差1张，出野后维古斯也3了。3星维古斯如果不塞满装备也太可惜了，索性把位的装备全敲了。敲出电刀龙刀破防，我们直接换 C 位。接下来的一回合赢下了先前很难打的秘术混搭。上人口开4户，上到8人口开出4护卫，又赢下了这家亚索，我看到了生的希望。
我操，燃起来了！先给木木上个龙牙，进野就能神装3星阿木木，我们还有提升。秘书的本体已经被亚索抬走，我们来到了决赛圈。我的前排多而羸弱，是刀锋单位天然的滑雪场，后排又得挨在一起是假人，很难不被亚索切进来。怎么办？我们还能怎么变？进野怪，我直接把天选位卖了，换一个死哥或者阿卡丽的裁决天选，直接变成护卫6裁。丹顶的坦克，高额的爆发，这些要素恰巧是克制亚索的关键，我们真有机会翻盘。快递快递快递，天选来一下，天选来一下。但是钱花完了，只找到了5杀天选的死哥，不得不用了。我们把金克斯卖了，装备挪给死哥。在追3星佛爷哥，赶紧加入小队编辑器防守。在看到我卡后，对面放弃追3，转而把经济全部投入场面。对面合成了2星掘墓，我要赢下他变得越来越吃力。选秀没有阿木木的前排装 ，KDA 和5杀转都可以激活羁绊，但 KDA 限制站位，所以拿下5杀转职。回来把5杀的低飞卡点上，防止漏牌。他还在变阵，还在转麻了。5杀4护卫4裁决2 emo 2武者2朋克1双修出道。有谁还记得这把开始玩的是什么吗？理想的站位是把维古斯拖到亚索这边打控制，让老鼠一起集火，让最肉的前排吃第一波伤害。但回看的时候发现全是瑕疵，老鼠没吃到棋子，亚索能从薄弱的一侧切入。这把本应该在阿克里身上的羊刀，也在慌乱之中给到了掘墓身上。啊，羊刀给他就赢了。啊，羊刀应该给阿可丽的。在最后的阿卡丽皇城 PK 中，我的阿卡丽输了一把羊刀，输他一个子，一件装备，一个站位，输掉了最后一波容错，输掉了这盘游戏。人生往往就是如此，在匆忙与慌乱中的某个瞬间，一些因果就已经被悄然确定。在回看的时候才知道当初的决策是否完美。如果当时我能那样做就好了，你或许常常会想。但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人的认知是短视的，是有局限性的。你永远只能竭尽所能的做当下看起来最对的决策，或许激进，或许保守，这些千万个决定串联起来，是换做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这样做的。所以，正是这些决策让你成为了你，他不需要被后悔，也不值得被后悔。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，把下个决定做好，一切都还会有转机。就像这把在点投降之前，我的选择是用掉那个重铸器。